宇宙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的本质，形成无限的事物，在相对具象化的表达的层面，形成逻辑的最小化表达，即事物得以形成的最小结构，我们称为元结构。形成逻辑决定元结构的一切，形成逻辑发生变化，元结构随之变化。显然，在具象化的表达的层面，元结构决定了事物在自组织的范畴内如何运行发展自己，决定了事物的逻辑层级、逻辑适用范围、永续性。比如金原子是黄金的元结构，原子由原子核、电子等事物以一定规则组成，规则不同，逻辑不同，逻辑适用范围不同，永续性不同，属性不同，事物不同。显然，即使我们不清楚某事物的元结构什么样，仍可以基于事物的属性或逻辑层级来解析获知元结构的各种信息，如宇宙元结构自组织、自生长、永续性的基本属性。事物得以形成或存续的所在，我们称为母体，如一只蚂蚁之于蚂蚁窝，蚂蚁窝之于土地，一个人之于人类社会，人类社会之于地球。可见，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最终母体是宇宙。显然，当事物元结构形成或存续于母体时，会受到自身元结构、母体及关联事物的影响与限制，从而加剧元结构的不同衍生的形成。这种源于逻辑的先天上的限制几乎无法自我察觉。比如生命元结构在地球自然界基于不同的条件形成各种各样的生命，各种生命的存续本能与地球自然界的联合限制，形成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，由此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平等。生命认为这是自然的法则，并不知道自己受到逻辑的限制。但一只蚂蚁的发展上限由蚂蚁窝所能提供的上限决定，而蚂蚁窝所处的土地的一切决定了这个蚂蚁窝的发展上限。显然，直接关联的母体决定了事物的上限，除非事物自身突破了母体的逻辑限制。显然，任何逻辑层级都会形成这种基于逻辑的限制，从而形成不同逻辑层级的标志产物，并天然地限制了事物的逻辑层级的跨越。这是根植于由交互而来的逻辑的限制，是事物超越自身的门槛所在，是宇宙自然形成的简单高效的大过滤器。宇宙交互的本质得以不断地形成无穷无尽的事物，衍生越多越丰富，不确定性越大。但对于衍生事物而言，逻辑层级越低，受到的影响与限制越多，确定性越强，可预测性越强。比如我们看到一个蚂蚁窝，就会明白蚂蚁社会永远只是一个蚂蚁窝；看到一个火鸡农场，就会知道火鸡农场永远只是一个养鸡场。显然，蚂蚁窝与火鸡农场只是低逻辑层级的体系，宇宙中最强的体系是宇宙自身的体系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推论：非不平等体系是宇宙中的唯一最强体系。显而易见的是，无论任何事物都无法改变自身形成逻辑，这意味着注定消亡于母体。唯有一个可以脱离母体的逻辑，使之发生本质性改变，才能改变逻辑上注定的命运。但生命个体的集合形成了社会，社会的形成逻辑由共同参与的个体来决定，这说明社会的形成逻辑是可变的，社会元结构是可变的。随着逻辑层级的下降，交互越多，限制越多，逻辑适用范围的碰撞越多，产生的条件也就越多，由此带来了随机的多样性。显然，多样性意味着各种隐藏于形成事物背后的逻辑限制，给事物带来各种不自知的条件框架，也带来了多样性的选择。显然，对于生命与生命社会而言，只有存续本能是无法自由地选择交互多样性，也无法认知逻辑的限制，必然无法自然形成超越母体的体系。这意味着自由意志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互多样性，智慧即对交互的认知与衍生。自由意志与智慧是生命超越母体的必然门槛，是社会形成逻辑主动改变的基础。无论是蚂蚁社会、火鸡农场，或是人类社会，乃至任何生命与智慧生命社会，在没有拿到超越母体的门票之前，注定被逻辑限制于母体，并随之消亡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三个推论：生命是改变元结构的基础。显然，这在间接地说明，无论是生命还是宇宙，都有其形成的目的与意义。